来哦，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哈。今天的题目有点耸动，但是今天我要跟这些人小看我们台美党的公开宣战，我接受你所有的公开辩论，你们谁都可以过来，老子可以跟你什么，跟你较真到底，好不好？李正浩跟那个卓冠廷，在这个正传媒那个节目叫什么？李正浩的好事之徒里面有提到我们嘛？然后他对我们的那个评价很低他觉得其实原因是什么？你知道？他们没有讲到重点。你如果去看他们的话，我等一下把这个播给大家看一下。他们讲的话没有讲到重点，所以我笑他们两个人。我说你们这些人承担着我们台派最大的声量结果你们做到了什么？做到什么？哪一次选举你们赢了？你说这个跟他没关系，怎么会没关系呢？怎么会没关系呢？是不是？你们的宣传效果有吗？你们用了最大的能量来宣传，结果什么？总统大选是吧？立法委员输的那么惨，我们大罢免一塌糊涂。我问你，你们做到什么？我就刚问这句呢，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我们廖董这个台风党那跟他跟他洗的哈，那我就想问他，你做到什么？你到底做到了什么？好不好？好，今天今天一定要把那弄清楚了哈。我是刚才在讨论就输了，还是还是要认真讨论？好，认真了。直接打平台，白痴哦！我们现在的那个雄2还需要靠我们才台湾发，中国除了北京之外，每个地方都可以打得到啦。好，下一题。来，给大家看。怎么看？廖金章廖董的台美党主张公投加入美国第52州，格陵兰是51州，跟川普争取台湾公民每人发10万美金。哎，这就是他自己就廖董自己的那个狂言呐！我讲句难听点，我说变美国52州，大家嘴巴上讲，你说我真的要变美国52州吗？我也未必呀。好，这个我是刚才认真讨论就输了，还是要认真讨论？好，认真了，好，我认真讨论。我认真。好，我先从这一点开始哈。李正浩，你不愿意加入美国，因为你觉得税高，税很重，对不对？但是我说过啊，你这个是嘛？李正浩，你才翻身几年？你这个卡小利息才翻身几年？你什么时候才成为有钱人？也没多久嘛，就一副那么好像资本家的样子。对，加入美国税收很高，那针对你们这些高收入人士税收很高，一般人没有，一般底层人税收没有，税收甚至什么福利特别好。所以你今天这种国际大事，你只能用你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你基本上你就输了哈。这个代理你就输就惨了，所以我就笑他嘛。我们这个笑讲李正浩，恁这人你们这些人去讲什么？讲柯文哲可以啦，讲黄国昌可以啦。我就问你啊，你们这么大能量，你们为台派宣传做了什么？关键的年纪的人我根本就没有在看他的节目，你知道？是朋友叫我看一下，我才知道。我从来不看他的节目，为什么？整个节目聒噪的不行啊，根本就你想好好的听一下内容都没有办法，就聒噪。这种聒噪的那个节目，哇，只适合谁看？这个小孩子看吧，小朋友看，我们这把年纪人看不懂。所以你才多久？你才多久就已经站在那个什么社会的高点在看事情？那你把我们这些底层人怎么办？所以这一点他绝对是失言，因为他没想到一千块人才刚刚占据一点高位而已哇靠，那个态度跟他转世界上多哈。而且我可以跟你讲，他跟卓冠廷两个我都不信任的，为什么？这两个都是国民党过来的哈。卓冠廷出社会的第一件事情是吧？他是报考国民党的党工，没有录取才到民进党来。而李正浩是什么？李正浩是在国民党当党工当那么多年，是被踢出来之后你才来民进党了。我问你啦，我问各位啦，这种统独意识到底可不可以转来转去？我不相信。我们这个是对吧？坚定的台独了。我在中国也没有改变任何态度了。我在中国那么多年，我也开始干共产党了。
所以也就是这个才是真正的什么？真正的爱这个国家了，而不是说哎呦哪里有好处我就往那里跑了。再过下一次我就问你，如果共产党给你更好的待遇，你是不是跑过去了？这种只问什么？只问利益的家伙，我是不信任的啊。好，再看看。认真就输了。好，但我认真讨论。你说我一定要当美国人，我也没有一定要想当美国人啊。那假设了，好吧，美国税这么高，看州啦。你说中国跟美国选一个，我选美。对，他说现在跟美国，我觉得现在不错啊，干嘛要当？我先讲我立场，我当然希望中华民国台湾是独立自主的，好，没有人想变美国人，这是我的立场。但我们假设用你的逻辑是，台湾人假如真的要变成美国人，我跟大家讲难度多高哦。这个不是我们公投就 OK， 好，公投过了，好，假设今天我们这个公投，那美国要啊，美国为什么很难哦？美国首先第一个要参议院、众议院，我们去查，他们有任何州的新增或离开，我干你就查过，我研究过，要有参议院跟众议院，我记得是一个不可能任务，就是2/3还是3/4 ，OK， 同意。那为什么很难？我举例像波多黎各，波多黎各为什么到现在还只是美国的附属的一个区域？美属波多黎各。对啊，为什么不是变州？因为关键都是这样。美国的政治也跟台湾一模一样啦。今天每一个想要变成美国一州的人，他们都会去算进来之后会对共和党还是对民主党有利。还有票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一州有2张参议院的票，然后每一州的人口会有选举人头。最后都会影响总统大选的选票，对，所以我认为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不会看到美国任何多一州。大概他意思就是这样，我不再看这个烂节目，再看下去，我就想吐血了哈。所以我说李正皓、卓冠廷，你们两个去讲柯文哲可以了，去讲黄国昌可以了，国际上你们一点 sense 都没有啊，是不是？如果照你们这样讲，那我问你，美国对格陵兰在做什么？如果这样讲，那不可能啊！那么多困难，美国在对格陵兰在做什么？各位，这个大家应该弄清楚。其实今天川普的每一件事情，我都认为他在帮我们。我说我如果之前提出入美，也许很多人觉得荒唐，但是川普这个时候我们配合的非常好。如果川普的所有动作你都看不懂，还觉得说我们入美很难，那我只能跟你讲。你再讲讲国内，你去骂黄国昌可以了，骂柯文哲可以了。国际上的事你就不要太为难了哈。就你们这些货色，你要谈国际的事，你要差太远了嘛。所以说你们占据了所有台派的声量，结果为台派带来什么？带来不伦不类的。连赖清德也说过，你们要看正经哈。但是你们有没有很震惊？这一群人占据台派的声量，结果做了什么？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哈。所以讲对世界一无所知啊，然后这边吹什么牛啊？今天我敢公开挑战你们这些人公开辩论，在你们节目上，在我们节目上辩论都可以。我公开把这个题目彻底的做一次辩论，让大家讲说我们这样做到底是我廖董在妄想，还是世界真的有这个潮流？世界潮流走到这里你都看不懂，你跟我讲什么？做什么政治辩论啊？做什么政治题材风花雪月去做风花雪月好了，就那个叫那切中，这款人怎么评论世界？我就问你你有看过一个切中的人，然后在评论世界吗？所以他只能去骂黄国昌可以了，骂柯文哲可以，继续骂黄国昌、柯文哲需要你们这些人来骂。为什么我不太骂他们两个？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格局不是做这些事情的人你们试着做这个，所以你不要来惹我啊！惹我你差得太远了，好不好？你的格局差太远了，懂不懂？我是在中国就跟共产党干的人，我不像你们这样哪里有利益往哪里跑我的台独理论，我坚定了一辈子，从来没有改变过，从中国到台湾都一样。哪怕今天我要入美联邦，我的态度还是台派，我没有变过。任何钱你都想收买不了我张敏南30块短信，谢谢，好不好？所以这个事情就很简单了他们看不懂世界局势嘛，看不懂川普在干什么。川普这个时候搞格陵兰跟台湾，它是一个等级吗？可是你看川普对格陵兰，这是势在必得势在必得。其实为什么势在必得？战略需要。哪边讲战略？我问你全世界最大的什么？美国最大的敌人是中国讲战略，台湾比格陵兰重要。讲战略，台湾比格陵兰重要。
讲科技，台湾比格陵兰重要1000万倍。讲什么？讲经济，格陵兰有什么经济？格陵兰除了什么战略地位之外，战略地位我认为格陵兰战略地位都还没有台湾高。那其他更不用谈了。你说它有稀土，永久冻土层，当然稀土也是个重要啦，但是你能跟台湾这个，台湾现在每年跟支持中国、支持美国多少科技啊？232这个法案啊，其实你要知道，它这个不是贸易法案，它是贸易法案加什么？加国安法案，现在又加一个什么主权法案啊？232其实已经牵涉到主权，所以共产党已经开始该了，你知道？共产党为什么该那么大声？因为你讲那个台湾牵涉这个主权法案，美国是不是要开始跟台湾什么？它有建交的那种味道？哎，那我们不是要入美国51州吗？怎么要建交？各位，建交跟入美联邦没有冲突，甚至是一个跳板，懂吗？美国跟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先独立承认它的主权，它独立主权，然后再进入它美国联邦嘛。这个是常有的哦，所以你去看看所有美国50州里面所有进入美国的什么的步骤，这个之后我会把它贴到那个什么，贴到什么，贴到我的社群，让大家看一下。包括德州你是战争的，他是个把墨西哥打趴了，他才得到德州的呢。他哪一个州不是跟其他国家，不是跟法国、英国啦，跟什么不是用买的，就是用抢的嘛。那美国这些动作已经持续那么久，你们这些人，李正浩你懂什么啊？总统他你懂什么？不是左冠廷你懂什么？你看到这些东西的吗？美国对台湾，为什么美国现在可以把蓝白的议员叫出去训话？为什么？你告诉我啊？为什么？所以我们跟美国关系不是一般啊。如果说我们跟美国关系一般，我们这个想法就是什么？对吧？痴心梦想。美国对台湾有绝对的主权。从哪里看得出来？我们讲了 N 多遍了。从台湾两岸的事情，美国都军方发言，这件事就全世界不可能发生。国际事情怎么可能用军方发言？只能用外交官发言。他用军方发言就是什么？表示台湾是美国的托管地。其次，311美国从日本撤退回来的什么？撤退到台湾的侨胞没有经过台湾海关哦。那个时候台湾海关说。你要奇怪你怎么没有经过？没有让我们台湾的海关来办？没有，人家 AIT 自己拉一个窗口，把他们人民进到台湾，由 AIT 来办。为什么？美国的飞机到台湾，然后打开识别器，我到了，马上降落。F-18几次的经验，大家知道，这个不是跟一般国家的邦交国才能这么做，除非我们是他的属地。美国这么多年来，2-3年前开始讲2758的时候，我就觉得有问题了。我最早讲的，我说美国开始动这个2758，一定是为台湾未来主权有所行动了，所以没有错。2758突然跟你讲，3年前突然跟你讲说，2758台湾不属于中国，这个代志中国戆去你啊，怎么傻掉？怎么突然会讲这些？我们那时候就判断他是对台湾的主权有所企图了。接下来，高市早苗说台湾不属于台湾主权不在日本。然后美国说我不能让你台湾独立，然后最后跟你讲你台湾地位未定论。李正浩、卓冠廷，我问你这些东西，你解释给我听听看嘛？有这么一个前面的铺陈，这么明确的铺陈之后，你还没有发现美国想把台湾纳入51州？我跟你讲，有一天你会发现，不是我们去争取啊，不是塔山去争取，不是廖董去争取，是美国人啦，是美国人拜托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有一天我会让你给水变大水，像你们这些毛头小孩啊，是吧？说真心话啦，你们根本就没有能量的人了，因为你们的素质只到什么？你们的程度只到什么？记者的程度了。所以你只报道现在发生的事情，根本没有能力去什么？去统筹出一个国家发展的方向。所以你们会讲一副呢？你看李正浩呢，躺在沙发，你讲哦，评论人就要怎么腰杆挺直，你给我躺着这样，他妈我就看不起你，我跟你讲。我从来都没有看得起你过，我跟你讲，我跟你同台过，我根本一眼都不会看你一眼，我多看你一眼，因为我觉得草题嘛，小丑一个嘛。政治评论怎么可以用这种小丑态度呢？对吧？政治评论是做正经的代志。哦，你要做综艺节目去小丑没有关系，政论要很正经。
所以你们没有办法发挥你们应该有的影响力。所以在你们怎么主导这个宣传机构的时候，你们是一败涂地，一败再败，到今天你没有打过一场胜仗，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就是什么站着茅坑不拉屎嘛，是不是？08年150块董，谢谢。Hello 廖董，更正一下，李正皓没有加入民进党，只是跟民进党关系很好，不然会抓这点打哦。然后我觉得他们是真的非常看不清国际局势。我才管不懂他找哪里打什么关系？他有没有加民进党关我屁事啊！我才不管他人的嘛。你今天对我们台美党这种态度啦，那得完了我刚才就一副很的，你看不起谁啊？就你这款会型这种货色，你敢看不起我？你搞不清楚啊！那你别是战神呀！啊，我一直都没有针对你哦。我可以跟你讲，我们成立那一天来了6位博士，美国来了6位博士，不是我廖金章一个人在演，不是我一个人在导演这个什么台美党。我们一天内收了多少？我们10月27号，我们收了多少？就150份的身份证影本。所以我们一次就完成，是因为什么？这个论述让大部分的台湾人有感觉，不是我廖金章有什么影响力影响我他妈现在这个时代要叫人家拿身份证影本出来，要多信任，你知道？我一次就拿了150份，对吧？这就是我自己在想的吗？我的政党成立了，是吧？那一次我们的政党里面很多博士、很多教授级的，都从美国回来的。美国人台美人在美国看得更清楚台湾的未来的走势嘛，而且是吧？只有我们这条路是最好的，所以他们看懂了，他们专程回来，包括我们那天我们那位主持人啊，那位美女啊，她也是美国人一个某个协会的会长啊，他们回来就是在帮我们做这些事情啊。这个能量已经不是李正皓能想象的了，已经不是你能想象的。你如果对一个新的台湾的政治趋势，你最好弄清楚再来评论。你可以说啊，这个我还不太了解因为他们刚成立政党，我不是太了解。你一副那贬低的样子，尤其是卓冠廷，他妈你懂什么？你国际上你懂什么？如果照你这样讲，他妈的那谁？那川普对格陵兰就是个笑话咯啊！如果你这个都看不懂，你怎么当一个政治评论员？回去骗你们家小孩就好，回家骗小孩，不要在这边大场的公然丢人现眼。我再讲一次，如果不是川普对格陵兰这个动作，也许我的论述很多人不能接受。可是天时地利人和，他就到了。天时地利人和到了今天，就是什么？天要助我们嘛。所以川普刚好这个时候要坚定了要格陵兰，而我们才发现，我们台湾的条件比格陵兰好10000倍。你都敢要格陵兰，你不敢要台湾呢？台湾的经济有多强？你们知道？我说有讲刚232条约那个东西不光是贸易的，它还是国防还是什么主权问题。川普在做这些事呢，对吧？过来讲啦，李正皓，你们没有能力谈232啦。我跟你讲啦，你们谈谈柯文哲好啦，你们去谈谈那个谁，你去讲黄国昌他就好啦。你去就算追准你你是要讲啥？对吧？败军之将不敢言勇，我这跟你讲，如果我是你，我早就闭嘴了。跟你讲，几次的战役全靠你们，你转口的，你转港口的，你今天还有什么嘴敢出来嘴别人？而且我们再怎么样，我也是台派啊，我们也是友军啊。就算我们不是同一国的，我们至少我们是友军嘛。就算我到今天我都不敢批评民进党一样，因为怎么样，我们都是友军。你这样打压我们，到底想干什么？那副不屑的样子，你搞西音啊，你直接剩下，你算什么？你算什么？你不要惹我，跟你讲，林北赤脚的不怕你穿鞋的，我告诉你。林骑士40块，短谢谢。恩雅330块，短谢谢。就是安尼哈，一肚子火了哈。还有那个张亚中啦，张亚中，我等一下再来收拾你哈。张亚中收拾你太简单了，你知道？我把它放在后面，因为你太不经打，你是我见过中最没有战斗力的人。好，我在这边公开讲我接受你们所有人的公开辩论，接受你们台美党这件事情，加入美国51州这件事，我可以接受你们公开辩论。我们把所有的
现在国际因素摊在阳光下，让我们台湾同胞看看到底哪一条路才是有可能的，到底谁在耍嘴炮，到底谁是为了这个国家，好不好？因为这个局势千载难逢，千载难逢，你们不帮我也就罢了，不是帮我是帮全国台湾人，全国台湾人。你这个都很怕人家占你的，抢了你的锋芒。你有什么锋芒？还搞那是不跟人锋芒下，对吧？就是这么简单啊。而真正对台湾最有价值的路，你们不愿意去走，然后呢，你不走就说另外我对这个事比较不了解，我草草带过我就罢了。你凭什么打压我？就你要打压我，真他妈的还早得很，我告诉你，还早得很啊！不爽，接受辩论，在你的节目还在我的节目都可以接受辩论，大家好好的把东西讲，对吧？我们很多朋友一看，哇，你论述能力那安呢？对台美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的论述能力停留在什么？只要超过3岁，学历超过小学3年级都能讲出来的话题，你们就讲这个层次而已，更高的层次你们讲不出来。对吧？卓冠廷，你讲那些，你知道你讲那些，妈的3岁小孩都讲得出来，那叫常识中的常识。节目中你讲常识干什么？我劝你讲常识啊！我们看你的节目像，你现在有一些比较高的论述，我们没有想到，说我们不懂了，没有，你讲的比我们一般人的常识还要常识。在讲什么？在讲什么？你不觉得丢脸？就是因为你这种素質才带不起台派的声量。你们占据台派所有最大的声量，可能你带不起这种什么，带不起这个能量出来。因为你的病搞狼嘛，全部都在病搞狼。有多少台湾人对你有意见，你知道吗？如果啦，我就说啦，如果你有这么大的声量，可是你的点阅数才这么一点哦。虽然你点阅数比我们高啦，但是其实也没有高多少。也就是你们把自己做坏掉了。就是因为这些事情，让很多人开始重新来评价你。原来这两个就是这样，小丑跳梁，刚才跳来跳去的，不知道讲啥，那七种这样啦。干什么七种？你去参加那个什么，参加那个综艺节目好了，好不好？对吧？张晓忠还没有，张晓忠等一下骂，张晓忠等一下哈。我来讲孙中山所有的丑事因为是孙中山学校的校长嘛，哇，你一辈子他妈崇拜的孙中山，其实就是个烂咖，就是一个什么恋童癖，就是个大骗子，一辈子没有做出一件事情来，没有所有什么11次革命，笑死人了！我一次一次跟你讲，让所有台湾人弄清楚这个代志等一下再开始小等一下时间再留给你，要不等到你张晓忠，你这个货色，你还轮不到我用太多时间来说你。是不是啊？他这个叫做高级外省人，但是他高级不起来。有一些人自认高级外省人，可是在台湾眼里就是个屁，我们看不起他。我跟你讲啊，你们这些什么文科的人要谈现在的国际关系，以现在的以科技为主的国际关系，你们真的有一点困难，这一点我理解啊。那你做人今晚要来讲什么晶片讲啥，你真的听不，你们真的说不出来。但是如果你在这方有所欠缺，可不可以请你闭嘴？你闭嘴不就好了吗？闭嘴，没有人知道你有多差啊，对吧？啊，我不知道你不说了，我还不知道你有多烂呢。结果你一讲越觉得好笑，我靠，这是什么？对吧？台湾超过3岁，超过小学3年级的学历，就都能听懂你们的话嘛，完全什么常识中的常识，根本不足以什么。不足以带领台湾哈，对啊，看不懂川普在讲什么，川普在做什么，他都看不懂，还是你们没有时间去管呢？你们只管黄国昌跟柯文哲，黄国昌跟柯文哲，我跟你讲，是所有政论节目里面最简单的一件事的。我为什么不太骂？我偶尔拿来讲2下，为什么不太骂？因为我骂用笑，我觉得怕被人家笑，整天讲这种话题，你不觉得丢脸的？我是觉得丢脸的。当然这样子比较有声量，这样是比较看人比较多，可是你看我哥就看你的人也不多啊。我们节目就是什么？我们要把台派里面有素质的全部给过滤出来，来到我们的节目，来到我们的政党。我可以跟各位讲，今天来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来到我们政党的都是绿营里面台派里面最高素质的那些人，很多听不懂的话，他一个就退掉了。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我一看，我靠，退到剩下什么82100人，01人啊，88000了，88201人。今天刚刚看好像88207人，一直在那边退，很多人在退啊，那有人在加进来，又有人退的比进的多。我本来是很难受很难过，因为我跟你讲，我这辈子不怕共产党打我，我也不怕蓝白打我，但是我们绿营对我有意见，我心里是有点难受的。可是我今天终于已经放下这一切了，你们要退就赶快退，不要留在我这边丢人现眼，好不好？就像你们，我就讲你们最推崇的李正皓跟卓冠廷，就是这个水准而已啊，就是你们最爱的人啊。那脸会消为想为样，但是我们这种高深的东西你是看不懂的，看不懂赶快退，好不好？我现在已经真的心里已经想通了，好不好？我不再留恋这些东西了，不再留恋这个，没有意义啊，因为你让我觉得你没有意义啊，你让我觉得你没有价值嘛，因为你们不是看真理，你们在看感觉嘛，对不对啊？没有人敢说我廖先生不是台派啊，哪怕我创造这个台美党。你们都没有人敢说我不是台派，静静的看到有一天我们盖棺论定那天，你就知道说原来人在塔山及信仰都没有做出一个对不起台湾的事情。你刚刚有在啊真正要卖台换取利益，我在中国就可以干了你以为中国没有人联络过我，没有找过我吗？他说你这个口才来开始像邱毅他们这样吹捧共产党他会给你很多利益的。全国的生意都给你做啊，他有办法那些白狼是那来，就是那来啊，吹捧中国，然后正常中国太大了，给你一个给你一个什么的生意给你做，你就有谁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是做工厂的人呢，我也做钢铁的人呢。你给我一个区域的总销售权，你觉得我会不会发财？我也没做啊。我到今天我没钱，我也没投降我到今天我承认我没什么钱啊，但是我衣食无缺啊，但是我也没投降过啊。你以为嘞？我们是经过诱惑的，好不好？我一辈子不出轨，那是因为你没有出轨的本事。我一辈子受了很多诱惑，我还不出轨，那才是厉害不要再讲那些笑话。我一世人都没出轨，出轨蛮有条件呢，对吧？出轨蛮有条件，你知道吗？做坏人也有条件的，你以为啊？你们2、3、2、4就能来做坏人啊，就能来出轨啊？搞清楚啊！就是这个道理嘛，让更多台湾人了解了解现在台湾所处的环境。如果你到今天为止啦，那我就问你，李正皓，你们这些人觉得陆美不好，继续维持现状，我不是讲了吗？继续维持现状，哪怕你现在独立也好，还是维持现状也好。中国对你的威胁不会停止，永远不会停止。中国现在很弱，没有关系。他说没有关系，中国不在乎中国很弱的时候，他们躲到延安，他们也不放弃啊。等到他们又声量起来的时候，他们又重新回来了。共产党不怕声势弱，他们觉得声弱的时候我就揪起来啊。等我有一天又站出来了，我又来骚扰你啊。所以台湾如果以现在，不管你要台独或者维持现状，最后中国不会放过你，而且不会停止骚扰你。你以为习近平快倒了，习近平接下来是谁啊？汪洋、胡春华要上来了，很明确，他们汪洋、胡春华要走改革开放的路线，看出来了没有？现在所有被习近平把中国打压下去的那些东西现在又放开了，开始在放开了。你相信我这件事，所有红二代都已经警觉了、警醒了。如果不再走改革开放，中国会死得很难看。所以呢，习近平现在被冰起来了。如果中国继续走改革开放的路线，我可以跟各位讲，我最担心的事情就发生了。中国人太能吃苦耐劳，不管他现在有多少人口，他9亿8亿了，中国人为了赚钱可以拼命的，他为了赚钱可以拼命的民主，这种民主如果让他走国际正途的话，走改革开放的方向，要融入世界的话，你他妈还真的很麻烦，你知道吗？而且这算他走改革开放的路线，他让他有钱的时候，他大中华的思想还存在嘛？因为这个几代洗脑他不会变，
他等到他又有钱，他说：“哎呦，台湾要收回台湾，又来了，不可能改变。”所以我说，以我在中国27年的态度，我对中国人的了解只有一条路，我们赶快加入美国。加入美国可以让中国对台湾彻底的死心，因为我说过，中国人对世界3个国家天然的害怕，天然的恐惧，美国、日本、苏联，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哈。所以我们给台湾找到一个最好的路，刚好时间又合适，我们组成一个政党，得到各位先进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今天走到这里来了。你台派这不支持我也就罢了，你们干嘛这样打呀？啊，你真的要跟我为敌吗？啊，哪不要比作战力啊？你不一定战得过我。我跟你讲，我们政党成立之后，我们台北办公室成立之后，我会办一个常态性是吧？带状的访谈节目。如果我把它做起来，做到声量比你大的时候，我第一个把你们这些人打趴了。我跟你讲，因为你们没有东西了嘛。看你们的节目不如去看什么？看新闻报道就好了。永远就讲那个啊。我真的很想骂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讲什么柯文哲了，不要再讲黄国昌了。当时的大罢免，你们多一点讲大罢免，多一点讲台独这种本土的概念，你们没有，永远在讲新闻报道而已嘛。结果搞到最后，我们几次翻转台湾政坛的一个什么良机都被你们弄坏了。你们不觉得你们愧对台湾人吗？你真的还以为你自己很那个吗？你对台湾贡献什么？李正皓、周冠廷，来，你们为台湾的民主贡献了什么？给你这么大声量，你贡献什么？抢占了什么？立法委员输成一塌糊涂，总统只拿到40%，大罢免一塌糊涂，空战全输，好不好？空战全输，好吗？那个时候，我们大罢免团队每天在路边呼喊了，因为你空战全输，你没有论述，你规天啊抄题往那口装，连台派有些人都看不下去。我跟你很多人跟我讲，他也看不下去哦。我说我从来不看李正皓的节目，不是说不好，是那个声音哦太嘈杂。我们年纪大人不喜欢看那个嘈杂的声音啊。你可以让人家把话讲完，一个一个论述嘛。你们喜欢一直插嘴，弄到只有噪音。当人家觉得你的节目就是噪音的时候，搞吸音那历史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好不好？一下子你就垮掉了。我跟你讲，较尊重人的哈，你要搞清楚好不好？谁是敌军，谁是友军啊？谁是敌军，谁是友军？你搞没注意，注意，我不骗你。Kim 30块懂了，谢谢。感觉跟帛琉一样，先签扣法，台湾国防给美国，台湾人拥有美国公民待遇，保留台湾的主权地位。我可以这么说了哈，到底是美国的什么海外属地什么，其实那个不重要，因为第一步可能很难直接就变成美国51州，这个是可能必然的。可是就像说我们现在232这个道理一样，它已经给台湾一个主权的地位了，这个都是未来我们加入美国联邦的一个什么非常好的什么的讯息。所以我们没有说一步就要成为美国51州啊。那个周冠廷讲说，哎呀，这个选票的问题啦，他妈的选票的问题，选票是个问题吗？我就问你啊，台湾是左还是右？美国可能都没搞清楚啊。台湾人会投给川普，还投给什么？投给民主党。我想现在台湾人应该对川普比较有好感。川普主政共和党主政他如果是考虑选票的话，这个时候刚好把台湾纳进去最好的时候啊。刚好我们什么？我们台湾共和党叫做台美党，我们英文叫台湾 Republican Party， 所以我们就是美国人一看啊，这共和党，这台湾的共和党，那我们就开始巴蒂嘛。那我就问你，那这样的话，你怎么知道川普没有已经期盼很久了？台湾现在终于出了一个共和党，出了一个右派政权，所以这个时候台湾就台湾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做起来，发现说，原来台湾右派的人比较多，对不对？右派人比较多，然后美国就会觉得让台湾加进来。如果你用选票的什么
用选票的考虑的话，川普也是赢啊。而且我说啊，10几年内了哈，共和党不会输了。民主党现在根本没有人，好不好？共和党现在范斯啊，什么一大堆人啦，川普已经干啦，很多人在等啊。所以我认为呢，共和党他现在是人才济济，而且那个气势已经起来了哈。他们都是民主党人骂川普什么流氓嘛，流氓对不对？可是你没有发现，流氓做事有效率啊，连我们这种人都开始想到，哎呀，我们学习这个流氓做事情，我们看自己可不可以变成一个流氓？他就是这样做。哪一个总统敢说，哎，我格陵兰我不惜用武力？现在不是说德国、法国，德国派13个人，法国派12个人嘛，其他都派1个2个嘛，总共30几个，总共现在呢，德国已经退了，德国的10几个退回去了，现在全部只剩下什么22个，他们什么联军，8国联军22个。这表示什么？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他们都会怕，因为美国跟人讲说，你如果不同意的话，我给你们1个人征10%的关税，再加要叠加的哦，这叫叠加的关税。你本来的关税多少，再加10%哦。6月1号之前如果还没有处理好，再加25%。我靠，关税谁受得了这样叠加？我们台湾15%是不叠加的，弄清楚哦。中国是有叠加的哦，看清楚没有？中国是47%。再加25%叠加的，我这样呢，72%呢，加西人啊，台湾是不叠加的，你要弄清楚。所以这一次台美的关税，其实美国已经承认台湾的主权独立，而且给台湾最好的优惠了嘛。看你这个不讲，既然现在蓝白到现在看不懂，还在那边讲台湾，我觉得很好笑。这么好的条件呢，谈出来，这个代志爱个清掉啊，竖起大拇指哦。赖清德拜郑丽君他们这些人坚持到最后，为什么谈那么久？因为他坚持嘛。他有在坚持，为什么坚持？因为台湾有条件、有筹码嘛，我有牌嘛，所以我就说，赖清德先生他的谈判团队有听我们节目啊，我很高兴啊。所以我现在开始，我对赖清德开始改观了，好不好？虽然我们成立政党，但是我觉得赖清德有在做事。好，你看现在开始嘛，抓匪谍这个事情，一个一个来，好不好？一个一个来，你慢慢来，你们这些通共的啦，那些赖清德一定会一个一个抓起来。这是对我们台派最大的鼓励哈！不然你干嘛讲？你选你做总统，我们找他个安尼那会使，不使哈。所以赖清德有在做，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敦厚的人。他这个敦厚的人，他这个人敦厚，他不会像我们这么急躁，也慢慢来。后只要我看到你在做事哈，我就佩服你，我就认同你。以前对你所有的批评全部收回来。为什么一打仗变这样子？本来就是啊。我本来就支持赖清德，谁都知道啊，全台湾都知道我支持赖清德啊。只不过之前我觉得他不够不够激进因为高市长的东西我那时候有一些反感，我觉得你可以做得更好，你这样话送了点好嘛。你知道对啊，高市长说嘛，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台湾也就有事嘛，我们两边就形成一个无形的联盟嘛。按共产党就会吓死，这个不会不用花1毛钱。清德兄，你不用花1毛钱，我是说这些事你可以做。既然你没有像我这么激进，但是你后面有在做，那就算了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支持嘛。这道理就是这样子的很简单的道理啊。马干给我送喜。好了，那再讲那个张亚中。张亚中在他的那个 Facebook 上面不是骂了我，说我们怎样，我们台澎党怎样来要做美国的附属地了。这些人我就跟你讲，他是孙文学校，我只要把孙文的本质讲出来，我跟你讲他就垮了，是吧？你把一个恋童癖，把一个骗子，把一个恶魔当做你的什么？你们中心领导，不是帮了精神中心，你不会觉得笑死人吗？重新开始讲这段我想爱讲。张亚中，你注意听好不好？中国人谈到孙中山，你看他怎么称呢？如果称他国父，那个就是傻逼那个就是妈最低级的人，完全没有自己思想的人。如果叫孙大炮，你就知道这个人对孙中山是有一些了解的。好，孙中山说号称11次革命，天大的谎言。
我在这里我用人格作证，你们可以去查。1896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孙文真的有参加。那一次什么屁滚尿流，被清兵打得屁滚尿流，孙文直接跑到海外去，跑到檀香山去。你可以告诉中讲骗华侨的钱，所以要革命了。后面10几次革命，孙中山怎么做？怂恿什么洪门跟哥老会这些人说，你们几月几号在什么地方开始革命，开始起义，我会给你那一天我会给你准备枪支跟钱，然后从来没有一次送到。因此这样，洪门跟哥老会当时哇势在必行哦，建军当在弦上不得不发，结果他们赤手空拳，真的起义被共产被清朝全部灭掉。所以洪门，你们今天如果来跟着国民党，你们是笑死人，你们叫西宗灭祖，好不好？真正害死你们洪门的是孙文，不是别人，好不好？其次，什么叫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四川的护路运动，什么？因为四川那个铁路本来是民间集资盖的，结果清朝要把它收归国有。所以四川人开始暴乱之后呢，清廷怎么办？把他的新军武汉的新军派去四川去镇压，结果武汉空虚了之后，这就所谓第11次起义就出来了哈。那个时候革命党里面有很多新军哦，我已经讲过，新军是什么？谁是新军？新军是袁世凯训练小站练兵训练出来，全世界最有战力的。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新军的战力不输日本哦。你们这样你要弄清楚，新军在袁世凯的调教之下，他后面他背后是谁？是什么？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就是说民主国家是挺这个新军的，挺叫做北洋军嘛。然后那个时候就认定革命军是嘛，革命党是嘛叛乱党，所以革命党想要在武昌城第11次起义，准备要起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泄露这个名单。泄露这个名单怎么办？大部分的革命党都被抓了哦。然后呢，那个时候武汉的一个最高的长官叫什么我忘了啊，还说要追查到底，要从革命军中拿到革命军的名册。这件事情把新军吓坏了，因为新军里面很多就参加革命党，他们新军是很有学问的，是受过教育的，甚至很多留学回来的，他们是最有战力，而且是什么真正的文明的军队。他们很多加入革命党，然后突然说哇抓这么多人，你还要再查那个名单，所以新军里面有开始什么？他也开始暴乱了，他不得不动起来了啊！动起来一打啊，靠！因为清朝的兵全部是派到四川去了，他没有兵了嘛，一下就垮掉。那个时候没有人敢出来指挥这个活动啊，没有人敢出来指挥这个活动。没人敢出来指挥这个起义，所以要推了谁？推李元洪啊！李元洪说李元洪像个菩萨一样啊，他的个性就这样啊，朗后啊，其实他没有什么本事啊，但是呢，他就被推举出来，因为他当时他是一个旅长嘛，也就是说，你看到革命党革命之后，还是得什么？还是要什么？体制内比较高的那个人，那这个旅长就把他什么？就把他抓过来，就把他让他来当什么？当临时大总统。其实。那个时候，袁世凯派谁去镇压武汉？你知道吗？派冯国璋，龙虎豹的黄国璋，他是叫龙虎豹的狗嘛。冯国璋是整个北洋军最有战斗力的，所向披靡，你知道吗？到了武汉，全部打垮，好像最后只剩下汉阳还是汉口忘了。武汉3镇，实际上一个镇还没有打嘛。然后呢，冯国璋就一直给袁世凯发电报嘛，我一举就可以把他打趴。一个革命军打趴，但是袁世凯一直都不愿意什么不回复嘛，装死嘛，因为我不会怕，我根本要把革命党消灭了，我养寇自重嘛。然后最后没办法，冯国璋不懂，冯国璋是个战神，但是他不懂得什么，不懂得政治，所以他一直闹，袁世凯就把他换掉，换了段祺瑞过来。段祺瑞就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知道说袁世凯根本没有要打这个仗。所以他在那边假装打不下了，哎呦要输了啊，快要打输了，然后就这样。这个时候，全国14个省同时起义，14个省看到说，哇靠，原来武汉这边搞，
清军根本没有能力什么镇压，那所有人14个省就开始什么，开始独立出来了，然后呢，然后袁世凯用这个来跟清廷谈判了，记得哦，你要退位哦，你看到这些革命党要求是你要退位哦，然后清朝没有办法，只能退位，所以那个时候退位诏书是给袁世凯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这样成立了。不要小看袁世凯，袁世凯是个那个时候开始走议会政治了，懂吗？真的叫走议会政治，所以那个时候不是什么宋教仁吗？议会政治你知道吗？最强的派系是谁？国民党的派系，因为宋教仁太厉害了，宋教仁基本上是可以把什么他的影响，他的国会影响力是全国最大的哦。也就是说，你什么袁世凯你是总统对不对？但是你的国会是被国民党控制的哦。可是人家宋教仁无缘无故死掉了，被暗杀，很多人都是袁世凯暗杀。我跟你讲，真的懂内幕的人不会觉得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已经决定走共和了嘛。我是总统啊，你是议会，你议会虽然对我签字，但是这样让中国人开始知道说什么叫议会政治，什么叫真正共和嘛。所以那10年，甚至那15年是什么？民国十几年嘛。中国人最常歌颂就民国10年，就是那10年，其实不止啊。前后有20年，中国有史以来什么百花齐放，最什么学术啦什么学各方面最蓬勃的时候，出了多少大师你们看那什么鲁迅啊、胡适啊，你们中国所有的大师都那个时候出来的。所以民国10年造就多少人，是因为袁世凯已经让台湾、让中国真正走民主了。可是宋教仁居然被暗杀，一看就知道是孙中山派人暗杀了，因为国民党里面宋教仁压制了孙中山已经没有本事嘛，是不是？这样之后啊，孙中山那个时候不是什么，把整个国家退位了，清朝退位给袁世凯的中华民国。孙中山一听讲革命成功了，从美国那地方旧金山直接洗盘在洗盘子，赶快回来啊！回来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自立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讲一起靠腰哟这个是整个事情，全中国我最有势力啦你讲什么龙虎豹啦，什么洪国璋啦、段祺瑞这大家都听我的啦我的北洋军新军是全中国最有战斗力，甚至比日本战斗力还强你敢他妈在南京自称大总统，笑死人了。所以袁世凯说你不下来的话，我要打你嘛，所以他45天就下来了嘛。下来最后临时大总统是袁世凯嘛。这个道理就这么简单这个道理就这么简单。然后什么？然后是说，那个时候孙中山已经没有权力了因为我跟你讲，那个时候的国民党革命军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啦，其实那个时候国民党那时候算是个地方军阀，可是这个国民党这个地方军阀在全国排不到20名，20名都排不到。孙中山怎么会甘心呢？刚好什么？日本已经崛起了，日本那时候起来的很快嘛，日本各方面很快，军工武器强的不得了，日本太强了。但是俄罗斯苏联最怕日本，为什么？因为苏联这辈子只输给日本过，就是日俄战争，大家都可以去查这一段。日俄战争是苏联唯一失败的一次，所以他很怕日本，怎么办呢？苏联就想在中国扶持一股势力来帮他抵挡日本。首先他找谁？找段祺瑞。段祺瑞不愿意，因为段祺瑞的后面是什么？他后面是英美嘛，所以他不愿意跟苏联掺和嘛。苏联要找到谁？陈炯明。陈炯明不愿，陈炯明那时候广东最大的军阀，陈炯明在当时已经什么，在广东实行三权分立了。所以我就说，中国其实有很多机会成为民主国家。结果陈炯明当然拒绝结果他们找谁？找到孙中山。孙中山国民党那个时候全国排不到20名了，他的军阀排不到20名，可是他接受了这个东西。然后什么？蒋介石不是吧？到苏联去舔苏联，舔得一塌糊涂，把他的儿子叫蒋经国去吧，去什么？认谁？认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不是列宁那个什么？忘了，反正苏联当时最大那个叫什么的姐姐当做干妈嘛，所以他们是舔共舔得很厉害，所以
苏联决定把这个资金跟武器全部资助孙中山跟蒋介石成立黄埔军校嘛。所以为什么孙中山拿到俄罗斯的苏联的那个什么援助成立黄埔军校，为什么是蒋介石当校长？蒋总统那时候就是个地痞流氓而已啊，他在日本就读士校而已，他又不是军官，是吧？他什么本事都没有，可是因为他会舔嘛，会舔共嘛，舔苏联嘛，所以让他当了什么校长。可是我讲过了哈，国民党的黄埔军校成立后第一件事做什么？第一件事做什么？斯大林啊，对，斯大林啊，我来比方公布上，是，你知道黄埔军校成立后第一件事他们做什么？灭了什么？广州的商会，就是13行那种，那时候广州商会富可敌国，而广州商会谁干的？就是洪门，这是洪门的什么的地盘。孙中山因为他有枪有人有武力，就把他灭了。那个时候灭了广州商会干什么？抢你的钱啊！哦，你们那时候的商会的钱全部被我抢走了，我才有钱去北伐。然后呢，接下来把陈炯明给灭了。他挟着这么多的财务的优势，跟苏联给他的军事优势，所以他把陈炯明灭了嘛。陈炯明当然打不过他，所以从此他才成为广东最大的军阀。那时候也是军阀而已啊，搞清楚好不好？很多人讲说啊，他为什么要北伐？啊，北伐是因为什么？袁世凯称帝了，说这种话，这妈的傻逼才会讲啊。袁世凯称帝成有之后只有80几天，而且革命是吧？孙中山啊，因北伐跟什么？跟什么？袁世凯称帝刚好差了11年，这两件事有一样吗？这两件事有关联吗？北伐明明就是什么？因为袁世凯死后嘛，人家那个是死了，所以他的各地的督军就变成军阀嘛。冯国璋、段祺瑞这些人，所有的在各地的督军本来都听袁世凯的嘛，结果袁世凯一死掉，哇，各地就成为各地的军阀。孙中山就盖就按机会来啊，那我就可以是吧？为了苏联来统一全国，所以他统一全国是为了苏联，那苏联当然同意他，让他做皇帝嘛，这就是交易嘛。然后把整个中国统一了，为了帮苏联阻挡日本。好，日本那个时候有多强，谁最清楚？蒋介石想清楚。有谁比蒋介石更清楚日本有多强？因为蒋介石就是留日子啊，日本的飞机、大炮，04战斗机世界第一流，日本做了多少航空母舰？那个时候美国都没有办法做。日本那个时候科技比美国还先进啊，只不过日本因为没有矿产。所以这一点被美国拿捏到了嘛？那时候美国对日本禁运嘛，日本已经没有汽油了，所以才有神风特工队嘛。因为我的飞机飞出去没有油可以飞回来，所以就叫你们直接去撞那个军舰嘛，是这样来的。所以日本是没有办法，最后才跟美国宣战的，是不是？然后中国呢，蒋介石你应该很清楚，中国那个时候还在拿大刀的时代，怎么可能斗得过日本？如果你蒋介石真的是心存百姓的话，你都不会拿这些人民去当什么，不会让这些人民去当炮火，多么夭寿！你看到吗？明知道人家机关枪，人家什么多厉害，你拿大刀的时代，你要跟人家打什么？所以你没有打过一场胜利，没有打过一场战役是胜的嘛？我们黄埔军校没有打过一场胜了，我到今天我可以这样讲哦，黄埔军校没有打过一场胜仗，没有打过一场胜仗。可是他什么？为了个人的利益啊！去什么？去对抗日本，其实是为了给他的组织苏联交代嘛。所以这是国民党跟什么？所以我就说北伐军里面国民党里面有什么？有共产党啊，什么叶剑英啊，什么周恩来啦，什么毛泽东，这些都是北伐军里面的成员哦。包括蒋介石这些人都是北伐军里的成员哦。所以北伐军是国民党跟共产党共同去打的哦。然后什么？然后北洋军，袁世凯的北洋军虽然是各地的什么，他虽然叫各地的军阀，可是他还有中央叫中华民国啦。中华民国那时候还在哦，也就像周朝一样哦，跟那什么诸侯还要秦王哦，就那个味道哦，是不是那个？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什么北洋军，他后面支持他们的是美国，
英国、法国、德国，德国没有，法国、日本，也就是说文明国家是支持什么北洋军的。蒋介石、孙中山这是被认为是叛军，彻底的叛军，不光是叛军哦，还是什么俄罗斯的什么苏联的打手，那你就知道这些人多可恶嘛。所以他一败涂地到台湾之后，他们这些人只能什么？只能办什么？他只能愚民政策嘛。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呦，你们讲那些为什么没有一件事是合情合理的？”当然没有啊，因为全部都是谎言啊，都是谎言。到最后，台湾人就真正台湾人读历史人都说：“哎呦，怪怪的。”每个人都跟我讲怪怪的。塔山你没有讲，我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根源在哪里。那我就问你，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大量的传播，我们今天朋友们把这一集做成各种小段去传播，我跟你讲，国民党就倒了。民进党为什么不传播这个？民进党不希望国民党倒，民进党什么养寇自重啊？国民党斗了啊，关门了嘛，对吧？他就没有敌人了，怎么办呢？国民党在民进党养寇自重，所以我讲的这些东西，为什么民进党从来不讲？民进党有人讲过吧？其实民进党应该以国家的力量来宣传这一块，把你国民党的根给挖出来，你国民党就没有人支持你。可是他们不讲，我来讲，我台美党我给你讲啊清楚，就是这些都是千年的谎言，你知道，骗子治国。然后呢，张亚中，我讲了这一段哦，如果有任何疑问，我欢迎你跟我辩论，公开场合辩论都可以。我看你有没有本事，我把你们家的那个祖坟哦全部挖掉了，拎到孙中山的祖坟被我挖掉了，来啊！你不是说我台美党怎么样吗？来辩论啊！看来我哪一件事说错嘛？你们国民党跟共产党是不是一家人？哈，当年北伐军你们是一家人呢。什么叫北伐？笑死你！北伐人家什么？那时候是中华民国啊，这个时候是民国10年那个共和时期，不管军阀还是袁世凯在的时候，他都是以最文明的什么统治。那个时候你想想看哦，那个时候胡适这种人，那种什么，南方那个什么啊，什么想不起来，算了，讲中国那个人那个叫什么名字？哎，我今晚那想不开哈。林徽因昂啦，老辈啦，林徽因她老公的爸爸叫什么？我说忘记了。就这些人为什么在梁启超对啦？我可怜，梁启超名字我都想不起来，我实在可怜，我真的老了，够样，较不秀啊！我这个老人家还能讲几年我都不知道，常常会忘名，我就搞忘了，没办法，不管他。梁启超才开始嘛，我就问你啊，梁启超就是一个民报而已啦，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而已，他能够在什么，在民国时代，他能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我问你呢，如果不是吧，袁世凯给你能量，袁世凯不抓你，袁世凯给你空间，那么你们这些人怎么办？你们是凭什么跟手握大军的袁世凯比啊？所以袁世凯他有他的一定的什么的文明程度。从那个时候，胡适这些人我们文人开始出来。我问你呢，清朝刚文人出来，清朝文人谁敢说话？所以说，民国10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繁荣昌盛的10年。其实不止10年，应该15到20年。把这一段讲清楚之后，你们的国民党在当时就是个乱臣贼子，而且是什么？私通外国的嘛，私通国外的，是私通敌国的人嘛，就像现在台湾的国民党一样嘛，他现在在私通敌国嘛。因这点人一体都干这些事情一辈子都干这些，几代人都在干这些事情嘛，没有一个像样的人，是不是这样讲？对不对？然后呢？然后敌人给你一点甜头，你就高兴的要死。然后呢？如果不是什么那个什么是叶剑英，那个叫什么林彪还是什么，在东北日本投降之后嘛，关东军所有的武器都归谁？归苏联嘛。日本投降之后嘛，蒋介石的部队负责接收中国接收台湾跟接收北越嘛。这一段我已经讲过了，蒋介石的部队负责接收中国、台湾跟北越，但是蒋介石的部队到哪里都什么？到哪里都是什么？鱼肉百姓啊！所以为什么他中国会失败？因为他的部队到哪里接收
日本撤退之后，他接收所有土地，国民党到各地都是鱼肉百姓，包括来台湾杀了228嘛，包括在越南强占人家的嘛，用那些金圆券不值钱的东西换人家的钱嘛，然后把越南没有办法，只有他们越南只能在嘛，在联合化国把蒋介石赶出去嘛。所以那个时候，蒋介石负责中国、台湾跟北越，全部都臭名昭彰。苏联火处境下接收东北，就关东军那个时候还有20-30万，最有战斗力的全部投降，而这些完全被什么？被林彪他们编为什么？这些关东军被编为他们的共产党的部队嘛，这些关东军的战斗力是绝对比共军战斗力强1万倍的。蒋介石就这样被打败了，但是其实我说那时候划江而治嘛，其实蒋介石还有能力在守住南方，可是他的将军，他的黄埔军校的所有的将军全部一夜之间投降嘛，所以他们就逼到什么？被逼到厦门。厦门不是遇到一个吴石吗？前几天他们那什么是吧？曾丽文去拜那个吴石嘛，那个吴石也是最大的什么匪谍啊，把所有蒋介石所有的部属嘛，全部送给中国嘛，就送给毛泽东嘛。所以呢，蒋介石的部队从什么厦门被打到台湾来，故事就是这样来。美国已经看不过去了，美国讲这个毕竟是盟军啊，被人家全部一锅端了也不行，所以美国把它弄到台湾来。那个时候，蒋介石到台湾的时候，他是什么身份？各位弄清楚。蒋介石他带他的部队到台湾的时候，他是军阀，他不是总统。那个时候他已经不是总统了，所以他只是个军阀。军阀凭什么强占台湾？所以说，有人说你什么？你没想过这一点？蒋介石都不是总统，他凭什么要来？所以国民党、中华民国连流亡政权都不算，我跟你讲，他流亡政权都不算。所以中国说中华民国灭亡很正常啊，因为那个时候国府总统是什么？李宗仁啊，李宗仁跑啦、啊，蒋介石也跑啦、啊，所有人都跑啦、啊，而且你们到一个不是你自己的国土，如果说台湾那个时候是中国的国土，你可以说我们有股势力还在那边，所以你的中华民国还没有亡，可以这样说。问题是那个时候台湾是日本的属地啊，你等于一个军阀带着部队，也不是总统，只能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占领人家的地嘛。所以从头到尾只有什么？中华民国国民党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什么？被托管。整个法理来讲，没有一个讲得通的，只有麦克阿瑟1号命令托管给你蒋介石。蒋介石在他写给陈诚的信里面也说，我们是托管而已，因为你没有任何正当性，只有托管。所以说，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了。国民党他有什么可以跟你讲了？美国说我收回托管权就好了，有些你中华民国早就已经亡国了嘛，对吧？就这么简单。那我张亚中来，我讲到这段，我讲到这段还有哪一点是错的，拿出来讲。我比较有争议的什么228那个我都没有讲，我就懒得再讲那个了，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有很多争议，那没关系，就这些就可以要你的命了。就我现在讲的这些东西都可以要你国民党的命。你国民党在台湾有任何正当性吗？有任何正当性吗？你既然没有正当性，我就问你啊，美国把台湾收回去有什么奇怪呢？日本投降之前，你国民党的部队还没打过一场像样的胜仗，一场都没有。如果不是美国2颗原子弹，美国在硫磺岛那个浴血抗战，美国在硫磺岛浴血抗战之后，他才知道说，原来啊，日军真他妈的战斗力之强了。美国说这样再继续打下去，我可能要损失几百万的部队，所以美国那个时候去邀苏联参战嘛。苏联很邪恶的嘛，他发现日本要投降之前1个月他来参战嘛，他参战就是为什么获得东北的利益嘛。啊，真的是苏联一参战，日本人就说啊，去了，去完蛋了。所以说，包括美国给他的原子弹，包括什么苏联的参战之后，日本觉得真的没有机会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苏联才可以接收关东军嘛，才可以帮助共产党嘛。所以共产党叫苏维埃政权。
毛泽东常常讲说，我们要武装保卫苏维埃政权哦。他妈的，他去保卫苏联哦，你就知道这个多恶心了，多下流了哈。我现在以上讲的哪一件是错嘛？哪怕到日本投降之前，你国民党的黄埔军校都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胜仗。我这句话哪里讲错？你们这除了在台湾狐假虎威，麦克阿瑟做了一件错事的，让国民党这种什么那种什么残兵败将啊，散兵游勇，带着武器来到台湾，台湾人手无寸铁，所以才造成台湾的悲剧。这个真的是，我相信我相信麦克阿瑟都没想过了。他都没想到西南会闹出这么大的问题，可是他也没办法，因为他已经把台湾托管给蒋介石。他没有想到蒋介石不是说台湾是自己的人民嘛？他不是说台湾那个时候也被什么唐山思想、等刷跪逮完这种说法，就很多人去什么去码头迎接我们的王师，结果来了一群土匪嘛。这些事情你麦克阿瑟是要负责任的。你美国人造成台湾那么大的伤害，你要负责任。现在你要负责把台湾什么？结束台湾托管嘛，所以我们今天讲要我们加入美国51州，我们有诸多的论述啊！我的所有的论述，你跟你讲哦，我坚强无比，你永远都辩不过我，因为我都讲实话，我只不过把历史真相告诉跟各位讲。然后我跟美国讲说，当年你们对不起台湾了，你本来就是托管了嘛，你收回托管不就完成了吗？什么台湾加入那左冠廷个傻逼他妈的什么加入美国要什么参众两院，我告诉你啦，净底书净底料啦，这是政治的事情，不要用法律来讲啦，傻逼才会这样讲。政治的事情就政治了啦。川普讲说我要格陵兰，他妈的你所有的政部门都要配合嘛，政治优先，最后再法律再想办法嘛，法律的代志法律再来想办法嘛。对吧？但是我政治上我就是要你，这叫政治是政治了。你这个都不懂，你干嘛当政治人物？你们当评论员就死人了。这再受尽哦，这些素质只适合回去国民党了啊！国民党这种论述，你们这些人在国民党论述算强的。我跟你讲，李正浩、卓冠廷，你们这些人如果回到国民党，算是最强的战将，因为国民党没人。但是你在我们台派这边，你还真他妈的差太远了。我一个老头你就输我了，来啊！你觉得我没有输，你没有输我，来，我们一起来辩论。我接受你所有的辩论，任何角度我都接受，表示什么？当你第一次接触到我们的问题的时候，你不要这么武断。我说我今天不会跟你开战，你知道吗？就干但哎呀，那个我不是太了解，因为他们是新的党派，他们的主张我不是太了解，就带过了嘛。带过了，我也认啊，我也不会打你啊。你看你所有的傲慢，他妈提你啊！我看了有没有屁话？你听无？什么卡小啊？你什么卡小？你惹了很多人，我跟你讲，我们台美派不是我一个人，我们台美党不是我一个人的，好不好？我已经说了，我没有那个本事。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可以这么多台湾人愿意加入？我们一天就拿到150份的身份证影印本，我们当天就5、6位美国回来的博士的教授回来，我们的党主席郭大文他也是博士，对不对？我们敢跟你开战，我们光明正大，我们把一切开大门走大路，我们把大门敞开，随时等你来。如果你还有那个勇气来跟我干一仗的话，我接受你，好不好？那个张亚中就不用讲了，张亚中实在太弱了，好不好？张亚中的论述是没有任何逻辑的哈，所以他既然没有逻辑，我跟他辩也太丢脸了，所以他是没有能力来跟我们作战的，好吧？豺狼是不是剩下人问你啦？国民党的人是那些人差太多哈。跟你 P470发短信要懂，我对蔡英文是有维持的。柯文哲、黄国昌就是他造出来的怪物，外加对通共轻判，后期真的不算好。我本来就这样说过，我说过很多次啊。我对蔡英文本来我就不满意啦。我说蔡英文一开始搞年改，我是很高兴的，我是很喜欢，但是后面一惊到年改搞了他总统他们最尾的，所以他有点吓到。后面就什么？后面就摆烂了。后面几年的话都没有看到他开过一个记者会嘛，这摆烂。这个事我早就讲过啦，但是我没有想到算了不说了
我把一个讲清楚啊，我讲清楚啊，就是人讲话，你是不是国民党的这什么？他们会说我是啊，因为甲我讲，我其实共会派来的，做多人爱甲我讲，要不说我是林志深的，我在学林志深赚钱了，要不然就说我是共委派来的，所有人都跟我讲这套呢。我包括不说了，不说谁了，知道就好。我这一辈子可以受你检验，好不好？我的人生到今天为止，我跟你讲，我的人生我可以接受你所有的检验。你把我这段留起来，我可以接受你未来所有的检验。你会发现哈，廖新章这个人还真不爱钱。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什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什么收买我了。我这块年纪，你要拿什么收买我？我不是吴子嘉啦，吴子嘉那个又老又丑又爱钱的，他们才会这样，好不好？我们不需要，我们没有钱，但是我们不需要钱，好吗？太烂NPT 这个不会念，670块东西，谢谢，支持廖董，支持台美党，谢谢。我们台美党绝对有战斗力哦，不要再惹我，任何人不要再惹我，我跟你讲，我妈的炮火打到你们家去，我跟你讲，你放心好了。我的炮火绝对够激烈哈！啊，你别按那剪了没有？给你见没有啊？我实在，因为你们这些人哦，只是为了一口饭吃。我是我毕生的理想，所以我把这些东西哦，我看一下我就记得了，我随时可以拿出来讲。你看我也没准备啊，我这些东西我讲我随时可以拿出来讲。因为我太热爱这些东西了，我知道这些东西可以把国民党给干趴嘛。所以我也不用是吧？你们还要背稿不用，我就想讲什么讲什么，因为我太热爱它了，我用我生命来热爱它，你知道吗？你们这些小子他妈只是为了钱而已，你们为了什么？阿伯喜欢的明明国民党今天变民进党哎，想会信你啊？谁信你这些人？你们会信？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信这种人？那种我已经讲过了哈。那种颜色改变跳来跳去的人，我没有一个相信。包括为什么郑丽文他们我不信？为什么我不信郑丽文，我就要信你李正皓呢？为什么我要信你卓冠廷呢？为什么呢？一样的道理嘛。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道理嘛。坏人这样，好人不也是这样吗？好人的检验标准跟坏人检验标准不都是一样的吗？那是毕生的理想，你不可能跳来跳去。我就跟各位讲，哪一天我廖新章啊跳到去挺共的话，你们就一棒把我打死，我接受你的什么桑尼3块短，谢谢，请大家点赞，用手指挺台美党，谢谢，感谢啦。我没在外搞啦，各位，李振兴70块短，谢谢各位，我不是很厉害的人哈，我没有很厉害，但是我们做的是对的。陈建宇30块短，谢谢，共产党整天为台湾军演绕台，有好像不用钱的样子。共产党取得委内瑞拉石油几乎不用成本，一带一路就高利贷，对啊，是不是？桑尼30块短，谢谢。被批评要暗爽，不用花钱的宣传多好。你看了，我没有不爽啊，我也是趁这个时候啊，增加我们的什么，我们的那个什么传播量嘛。陈建宇30块短，谢谢。中共从江泽民、李鹏时代陆续借给委内瑞拉500多亿的美金，500多亿美金每年利息都叫委内瑞拉用石油利付利息，现在党了不啊？现在啊，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好不好？好，过来再看买呀你哈。PS 利70块等，谢谢。Relay Q 14块14.98那个什么新币，新加坡币。抱歉来晚了，刚刚只看到一点前面的节目，结束再补。卓冠廷那个论述真的不行，弱爆了。李正皓身为主持人，其实最好不要站队，而是双边去理解一下。我看得出来，民进党吓死了。廖董的国际观我看了几年，包括股市的走向都很精准。大家相信廖董吧，虽然他有时候说话有点太冲，炮火真的太大了，但他是个好人，是个有智慧的人。我跟你讲，这叫什么？你知道？不要让这个坏人不要惹我了。
我自认我是谁？我自认我是钟馗了，我专门抓鬼的嘛。以前我们老师就说我什么？我是什么？我是五雷使者，专门抓鬼的。我跟你讲，对啊，所以说你说我有时候太冲啊，太冲有时候也是个策略，好不好？不冲我问你一个平凡人啊，你一个平凡人怎么会有声量呢？对不？咱这平凡人哪有声量？有时候蛮较冲的哈，来凸显你嘛，要不然你也不是什么，你什么都不是啊。所以说有时候你不觉得是我的策略吗？但是我今天是什么真情演出？我今天是真的很生气啊，所以我今天嘛完全没有停顿，我一路走下来嘛，骂了畅快淋漓啊！呢 OK 啊，国民党，我跟你讲，我们政党在正式成立之后，国民党不是我的对手，我会跟你讲，国民党真的不会是我们的对手，因为他到今天连一个论述人都没有。我问你，国民党现在有人会论述吗？有一个会论述的就没有。所以国民党全部什么？全部靠到中国，那个什么，就像没有骨头一样，整个靠到中国嘛。所有东西都是嘛荒唐至极，没有一件事是有逻辑的。这个仗还不好打吗？面对这样的敌人是最好打的仗啊！所以我说我们为什么我们台美党这个时候非常什么？非常时机非常对嘛。川普的帮忙啦，国际局势啊，美国的衰落，台湾经济科技的高啦的影响，国民党的什么荒腔走板啦，这都是我帮助我们台美党突然壮大起来的原因啊！我就问各位啦，年轻人怎么能接受这种荒腔走板的毫无逻辑的论述呢？所以他们一定想说啊，我们真的不要支持国民党了，我们找谁支持啊？但是他们又觉得啊，支持民进党我们好像过不去哦，他们的外省人很多过不去。没关系，台美党啊，台美党是什么主张入美的啊？这样的话，全台湾人就不用这么花几十万500万美金去拿美国绿卡、美国护照啦，全部是吧？我们不但不用花钱，可能我们一个人还可以拿到10万美金了。这个真不是开玩笑的，真不是开玩笑的。这个东西如果真的完成的话，你觉得这不是台湾千古以来最大的一件事情嘛？川普也会啊，川普如果我们台湾人有人去跟他谈论这个东西，跟他交涉，跟他说服，他会同意的因为2.3兆美元对美国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就说嘛，他现在38兆的国债跟40兆国债有差吗？没有差啦。我就讲过，而且台湾能够让什么晶片美元可以巩固你美元的地位，所以因为晶片的美元巩固美元的地位，你多花2兆多美元来买台湾，他妈的太划算了，没有比这个更划算的买卖了不用跟川普讲，他都懂，因为做生意人他怎么会不懂？所以我就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聪明人我不用讲清，我这个来你自己去生活买啊，你去掂掂哎呦，人台湾那个台美党讲的有道理如果川普讲说好，我愿意用10万1万到10万之间都可以接受，哪怕现在1万美金了，台湾人把报名照给了，这样好没关系要看到如果川普有什么有这个口风，有露出这个口风，我跟你讲，台湾整个翻转起来。只要我们派出去的团队能够跟川普接触到，然后川普能够真正的感觉到这个是有意义的，然后他在口风稍微露一下，我跟你讲，台湾股票嘛这样上4万，马上走上4万，连传产都会发达起来。各位你们知道吗？美国跟韩国跟美国卖东西到中国是有 FTA 的他们是有 FTA， 台湾没有所以我们卖跟美国是有很多都关税啦。我说传产了现在你看，现在台湾没有了，所以说未来的话，如果台湾加入美国，我们对全世界都不要税的话，我们的传产是有机会的。台湾的传产界的朋友，我只能跟你讲你如果要让台湾的传产再度的复兴起来，只有一条路，加入美国，其他你都没有办法，其他你都没有机会，对不对？我们做生意做那么多年了，我们清楚。如果中国再便宜没用47%给25%，哇塞，72%老兄，72%他讲要流血速度都流不了啦。所以说美国
对台湾的关税是不叠加呢，15%就是15%呢，中国是要不然我47%，起码个无欢喜，我就给25%，加多少是美国说了算了，所以美国对中国的关税他喊爽了嘛，他想喊多少就喊多少嘛，对吧？因为它是可以叠加的嘛，台湾是不叠加的，各位啊，所以我们现在拿到了关税战之后，台湾拿到最好的待遇，你们到底懂不懂啊？蓝白的这些猪啊，台湾拿到最好的待遇啊，你们还不高兴，还在那边移美，你妈个屁啊你懂个屁啊你！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做正确的论述啦，各位，我们做正确的论述啦，这些东西绝对什么会发酵出来的。继续讲，我们继续讲，我们党成立之后，我们全国去讲，好不好？有机会就讲，任何人要辩论我都接受，但是你不能太小咖哦。太小咖，我跟你辩论我会很丢脸，所以你要大咖一点哦。我接受所有人辩论了，台美这些这个台湾加入美国这一块包括什么近代史，我都可以跟你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曾亚中，你可以吹戏，你知道你自己送人头来是吧？其实我都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打你，你自己送人头。我讲了这一整套近代史这一套，你们的那个什么恋童癖的孙大炮。我讲了我哪一件事讲错，欢迎指教，好不好？欢迎指教。好，你发现台湾怎么有一个人把近代史搞得那么熟的？对啊，我就是搞熟的因为这是中国朋友教我的。我又不是学历史的，我在中国那么多年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跟我讲的嘛，然后我一查资料，都对啊，没有错啊，所以我们才知道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完全是骗人的。从这一点开始，各位，从这一点开始，国民党也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要把国民党掀翻得很快啦，各位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我们台民党会出来，就是国民党把它掀翻得很快的。我们就跟民进党变成什么？台湾两大党民进党跟台民党，那个什么，国民党、民政党，那个绝对在这个时代的什么大环境的什么大时代的巨轮下。被碾压成渣渣，你知道？因为没有论述，没有目标。我问你的目标，你的理想是你的宗旨是什么？你要讲来我听看。这个进动没有宗旨了，你要把人民带到哪里去？带去贪污，带去跟你们一样全国贪污，是不是？不一样啊！我们台湾党不一样，我们有宗旨的，好不好？我们要让台湾什么？明治维新，台湾百年腾飞，台湾做世界的什么？世界的营运中心，亚太营运中心，然后我们要做社会住宅，让年轻人敢结婚、敢生孩子。你敢结婚、敢生孩子，政府就会给你一个很便宜的房子租给你。这房子怎么来？很简单我去征收那个什么台糖的土地，我政府拿1000亿出来，我就可以盖很多这种房子了，给年轻人。我们全方位的去带治理这个国家，对不对？然后我们之前还讲那个晶片共济会。如果我们政党做总统的话，跟你讲，我要做的事有够追到你想不到。我要以后有机会要做的是，你想都想不到。我还有很多想法，跟你讲，有些东西有想法就有力量，你知道？我们在讲亚太营运中心，赖清德先生，你如果用喊的我讲代表股票的先起一波啦，对吧？有些东西像川普一样用话用喊的不是说什么样喊一喊哪一个反应好，哪一个机会比较，我们赶快去做嘛。台湾现在有钱，台湾现在有钱可以做这些在台湾目前是不是问题？是没有那种雄才大略人敢去做，是吧？那主屋的问题很简单你只要不怕得罪建商，你有什么不敢做的？那个没多少钱几千亿就够了，好不好？台湾人有什么做不了的？行不行来讲所以说。找一个敢冲敢撞的政党来带领台湾，这个时候台湾需要这样台湾如果台湾现在是一个万事太平年代我们这种人就不要出来了。如果台湾是个太平年代，我这种人就躲起来了，好不好？我就躲起来。可是不是台湾现在是什么？台湾现在是个最危险的时候，但是也是最有机会的时候。最危险跟最有机会的时候，你要选择哪一条路？这个是最大的选择的问题。选对了，台湾百年腾飞；选错了，跟中国一起葬送在中国，我们怎么可能放下呢？是不是？
把这些拜托我们的后制朋友，把今天的节目可以制成几个短片，我们大量去发。我刚我得不好的戏啊！我跟你讲，我一天的节目就可以让你们国民党他妈的这些人有点屁滚尿流。跟你讲，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我讲真话而已啊，我把真事实讲出来啊，我又没有什么添油加醋，是不是？只不过是太久没有人讲，而且民进党从来没有讲过这一段我也觉得很奇怪。我就奇怪啊！你是怕你们打什么仗啊？你们是舍不得把国民党灭掉，是不是？好，我愿意把它灭掉，把国民党灭掉，我们来做第二大党，所以我很积极的把国民党灭掉，好不好？但是我跟民进党我还是要和解的哈。之前对我有什么误解的朋友，你们可以再回来，你们可以慢慢看一下我廖院长在做什么，好不好？让你们看清楚我在做什么。因为你们觉得我这个政党一出来就会抢民进党票，错，我抢的最多的是蓝白的票，你相信我，好不好？好了，时间到了。别讲再讲啊，实在是讲太多了，是不是啊？这个是Olympic， 其实快懂那些人要懂，我们自己人先关起门来，在站外面，从断食的错误到台独的放弃，会不会下次有利台美派的论述误解和反思，还是说这是台美理论会碎尸料大最终的政治精神？你在讲什么笑话？你讲什么笑话？什么叫做你这个不怀好意我一听就知道你的不怀好意。我的事跟你没关系我要怎么样做？什么叫做台美是我的吗？在站外面，是他们先站我的，好不好？李正皓先站我的，好不好？我就问你啊，我什么时候去惹过他？我什么呢？我跟你讲了，你们别想压住我，让人家挨打了。想压住挨打，你还早得很啊！你们这些人还早得很，你民进党这些人还卡小，就玩卡小，你们还没有能力跟我对话了。跟你讲什么话？断食哪有错误？断食有什么错误？生酮有错误，生酮错误是嘛？三高人不能生酮，这个你们来跟我算账是不是？来算账啊！台独的放弃，我台独本来就我为什么不能放弃台独？台独你们70年、50年来门口都走不出去啊！拎到火顶都踏不出去，你跟我讲台独，你们笑死了！你继续读，你在50年后还是在那里原地踏步，你连这个能力都没有，你在跟我讲什么？就你这个素质，你要跟我讲什么？你要跟我辩论吗？台美理论怎么会是我最重要的政治精神？我后面还有很多想法，我要跟你讲啊！如果我们有执政人，我有100个想法，带领台湾走入什么百年腾飞，这些东西跟你讲，你听不懂。就你们这些人是听不懂的，好不好？不要来跟我呛声，来呛完养娃了，还早得很。包什么？这个是什么呢 ？BOAD 啊，Borderland， 这个不要念，300块懂，谢谢要懂。加入美国才是台湾解决台湾国家问题的症结。我要当美国人，我也要当美国人了，放心好了。这个事情现在已经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已经不是我们在做梦了，好吧？我们讲，如果不是川普在我们这个加入51州这个论述出来之后，川普又开始搞格陵兰，如果不是川普这一连串的东西，我们的论述会被认为什么好高骛远。可是如果川普的格陵兰事件都没有让你看懂的话，你就不适合在政治这个圈子里面混，你就不适合，因为你这个都看不懂，对吧？所以我才讲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到了不是我一个人讲的，世界就是这么奇怪连欧洲川普不惜得罪欧洲，因为川普说我对欧洲也剩下，我说你们算什么？我给你们，你们不听话，一个人给你们叠加10%的关税，德国就放弃德国就休等你虽然只有13个人，但是他也收回去了嘛。川普说6月1号之前如果没有完成的话，我再给你们每个人再加25%。我跟你讲了，欧洲如果不卖给东西给美国，他也要饿死了，跟加拿大一样了。加拿大75%的货是卖给美国了，这些人都是靠美国吃饭的所以说，川普公来啊，我就跟你玩川普的关税战有效，是因为全世界都在赚美国的钱嘛，这个我不是讲过了吗？如果不是全世界都在赚美国的钱，川普这个关税是没有效果的。
如果说很多我就没有卖美国东西，我关你关系是什么？你就拿他没办法。全世界都趴下来了，都跪下来，是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全世界都在赚美国的钱。然后美国说：“啊，你打了贪污钱还不听我的话？”以前拜登他们不懂得用这个东西啊，本来就是这样啊！你们都赚我的钱，你们还敢不听话？那老子就不让你赚，合情合理嘛。这个武器这么好用，我觉得总统该用，跟川普该用，所以我们对川普这种人是真的是我是觉得这种人太会抓住那个，真的叫商人了，几架。所以一个国家让商人带领不是坏事啦，我真的觉得，商人会把整个公司、整个国家当公司营运，哪里有漏洞，他会马上去补，不会像很多什么总统哎呀，明知道那漏洞，他无能为力，他不敢去补那个漏洞，你知道吗？绝大部分的像川普这种人，他就会把所有漏洞都补好了，然后找一个真的国家最有效的方法，这个就是嘛商人的厉害。川防你可以叫他川防，我很同意啊，哈。好，时间到了，哎呦，我超过半点钟啊，超过半个小时了啊。还有啦，这民进党在你不要打击我，你不要打压我，我跟你讲，你打不过我，我先跟你讲。有一个朋友跟我留言说，塔山啊，你别怪人啊，因为他说什么，我来念一下，看他讲啊。一个留言叫林正贤，他用本名我就敢把它念出来林正贤先生他说，廖董对民进党的朱大佬威胁甚大，你都被廖董说对民进党的朱大佬威胁甚大，都被你比下去了，让你加入民进党，那么这么多人不都没戏唱了吗？说想也知道，所以你不能怪他们了，对吗？我想想好像有这个道理啊。民进党对他一点善意都没有，好不好？从我回来的时候要加入民进党，没有人理我。我到时候我要帮林静怡助选，他也不理我，他只有一个谢谢2个字。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助理我就跟安奈，我们以为我们一腔热血从中国回来，我们要为台湾做点事情，人家把你拒之门外。我也没有怪他们了，我还是做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今天都阻挡了，你不要再拿民进党来绑架我，好不好？民进党从来没有给我任何一点什么，你从来没有对我好过你讲什么我会理你吗？就是我民众对假后啦，那什么没有，从来没有，除了把我摒除在外啊，包括大罢免也把我摒除在外啊，甚至派一些人来什么来分裂我们的大团啊，我都知道是谁搞的啊，我也不知道吗？我是狠啊，给你留面子而已，好不好？对吧？要跟我开战吗？开战可以啊。你觉得你觉得我会怕你们吗？信不信？我已经讲民进党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你们走你们路，我要成为第2大政党。我的目标是要把国民党跟民众党干掉，所以有一天我会跟你争天下。所以你现在最好考量一下，要怎么跟我让你考量一下，你要怎么跟我们这个党怎么样和平相处，让这些人不要在那边胡说八道，否则把我惹毛了我谁都打。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你知道吗？我在中国都不怕死我在怕你民进党在笑死人啊！你是要笑死啊？你们有几个敢在中国像我这样干的？你们有几个教授啊？台湾找到第2个廖金章，我在佩服你。找出来啊，叫出来讲啊，看做一个干那做啊，好吧？好了，到这点为止，今天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谢谢各位。